会腐烂在这里。可这里你说什么？我说小朋友需要示范，可以请你跳支舞吗？穿过雾气，我看见你披着晨曦闪光的雨衣，有一场大雨倾注着泥绿，前往你心深的岛屿。那些遥远的风景，你说你想去看，于是我荒芜的心钻进期盼，像从未跌倒一样，像从未迷路一样，想追逐救赎我的光，却也将你照亮。凶手有无数种方法杀害莱拉，为什么要把她的头放进石头里面？只有2个可能性：第一，要挑衅警方；第二，凶手对于尸体的拼接有特殊的癖好。这对于连环杀手来说并不罕见，有英国的 Lexton， 还有日本的佐川一正。但是目前这些都不能作为我们破案的方向。刚才那个人说，那一天有一个医生去学校接莱拉。拉雅诺加佩，利亚杜哈马哈。这是那个买原石的医生。你觉得他有嫌疑？我昨天在警局看到他，就已经觉得有点不太对劲，而且他昨天很快就离开警局，这说明他并没有承认他认识莱拉，要不然不可能那么快放他走。并且监控一定没有拍到凶手进出过莱拉家，否则警方也不会通过外卖包装找到你。顺着凶手在屋内的这条思路，恐怕行不通。那我们去趟诊所看看。你去问问这里的病人，看看他这2天什么时候没在诊所。好。레뷰 피지콘 힘의 사샤렐렌 쾌호미 Where? 비용 링링 스디 Pasi tak si soe, maka pasi tak hio, papi pepe foe, lapa hio, siapa kue papi papio. 怎么了？没事，问了怎么样？案发前一天，整个下午和晚上，他都不在诊所，只有护士在。그것이 무슨
思远，别打草惊蛇，赶紧走。你是来看病的？我是来看长辈的。哦，再见啊，医生。等一下。你不记得我了？我是宋恩啊，宋恩。也难怪，那个时候你还小。以前呢，我在你们村子里头开过诊所，想起来了吗？记不清了。记不清也好，毕竟你们家出了那么大的事情，记不清就记不清吧。小时候的事情我都忘差不多了。我还有课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好不容易见一面，我这也算是个做长辈的，一起吃个饭吧。里面还有病人等你呢，下次我请你，你先忙。你知道身体有可能在哪儿？我在死者的鼻腔里面发现了一些积液，确定是头颅进过水，但是因为没有身体的原因，所以没有办法确定他是溺亡的还是死后入水。但是可以确定的是，这是河水。河水。但不和河很多，能确定是哪一条吗？除了河水里面常见的一些硅藻和微生物外，还有一种东西，香灰泥。思远，尸体就在这附近。在这儿？没错。不过是唯一一座靠近河边的寺庙。你怎么知道在这儿？这就是我接下来要教你的东西。我们推理一般有2种方法：归纳推理、演绎推理。归纳推理就是从特殊性到一般的一个分析过程，而演绎推理则是相反。在案件的侦破过程当中，这2种方法通常是密不可分的。我知道听起来可能有点枯燥，那接下来我就会用具体的例子来进一步解释。你看这鞋子，鞋头上的泥土是最近才沾上的，因为情急之下被放在其他鞋子后面，肯定是因为忘了，来不及清理。宋恩的汽车轮胎边缘也沾了这种泥，和鞋子上的一致。寺庙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香灰倒到河边，河水时涨时落，淹没香灰，久而久之就成为了香灰泥。而宋恩的鞋子上、轮胎上也是这种泥。所以说他来过这里。没错，这就是基本演绎法中典型的3段论推理。所谓的3段论，就是通过包含 A 与 B 的大前提、B 与 C 的小命题，而得出 A 与 C 的结论。而城中只有这个河边有香灰泥，这是大前提。宋恩的鞋子、轮胎上也有香灰泥，这是一个小命题。帮我把中间项香灰泥抛开，就可以得出宋恩来过这河边的结论。只有来过河边，鞋底才会沾上香灰泥。宋恩来过，所以他的轮胎和鞋底都沾上了。可是我怎么觉得这还是一个充要条件的命题？你就是非常有天赋，开始举一反三了。就算我们证明他来过河边，那怎么证明他是来抛尸的呢？是的，但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宋恩的车是新车，但这个后备箱却有被物体剐蹭的痕迹？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他那天下午没有立刻回到诊所，应该是想等天黑了来河边抛尸，但天暗下来，他没有注意到轮胎和后备箱上都留下了痕迹，再加上河边没有监控，他更加放松了警惕，没有及时把这些痕迹清理掉。
你以上的论述就是归纳推理。可是这尸体已经沉入水底了，光靠我，可能没办法。看来警察也查到这了。哎，我们通过排查才知道宋恩去过河边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来吧，开始。切口处平整光滑，是典型的锐器伤导致的失血性休克。脸部肌肉紧绷，呈现尸僵，面部呈现微笑状态，可能是服用了大量的精神类药物导致的后遗症。具体毒理结果还需要进一步检验。可是，他为什么没有尸斑呀？尸斑是由血液沉积引发的，如果死后立马被分尸，血液大量涌出，尸斑就不会那么明显。颈椎第3节处被砍断脖子，皮瓣无生物活性反应，说明不是死于斩首，应该是在死后被砍头的。手臂、腿部均有生前形成的伤痕，死者生前应该是遭到过毒打或是虐待。我们之前在他的口鼻腔中发现了积液，难不成是溺死的？刀。到底是在等你姐，还是在等莱拉的验尸报告？你的心情我能理解。莱拉和你是朋友，我都忘了，你曾经和我哥是朋友。怎么样？肺部和支气管都是干净的，没有水和泥沙，判断是死后入水的，不是溺亡。同时，颈部切口皮瓣无生物活性反应，也不是死于斩首。那死因应该是什么？我在他的手臂上发现了一枚针孔，同时他的体液中检测出了毒品阳性的结果。死因不排除是吸食或注射毒品过量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种未知毒素，已经送总部化验了，估计1周后会有结果。还有就是。她怀孕了。怀孕？莱拉虽然不至于吧？你記唔記得有人說萊拉上了一個人的車？算佢嘅天才，畢竟先佢求永遠爛女，溫度好鬼面，個互相追好似我做上仔奴。我懷疑和那個診所的醫生宋恩有關係。有證據嗎？沒有，但我一定會查到，一定。你畫好了沒？我脖子都僵了。哦，畫完，半個小時了都。栩栩如生，惟妙惟肖。那什么，我先走了啊。那个，这屋钥匙在你那儿是不是？走的时候记得锁门啊。
一队，这是在莱拉尸体衣物的内侧口袋里发现的证物。去上个厕所去。嗯，还没走啊？你把手电拿我用用。莱拉不吸烟，可为什么会随身带着一个打火机呢？而且还是放在了衣服的内侧口袋。情趣酒店，就像你姐说的，莱拉的死因并不是溺亡，这就说明河边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。吸毒、怀孕，再加上眼前的这个情趣酒店，你会联想到什么？有没有可能，这是莱拉拼尽全力想要传递给外界的信息？也许，这里才是莱拉真正的死亡地点。디팅구비체 슈킹오유 최오이대. 나만 좀 피드만큼 케어 같이 전반 중. 哎呀，你这样肯定不行，给人家一些好处嘛。文슈만 하테코나 사실 챔피언 클러 춘대반 우이피 슈오미 최 우이구 수민 피제제. 我认识。你会说中文啊？什么时候见的呀？应该是4年前的晚上。就是莱拉遇害那晚。行，你帮我开一间房，就要他上次住的那间。这个桌角的痕迹是新的，已经过了那么久，房间应该已经被打扫了，但是血迹是擦不掉的。思远，你有带卢米诺试剂吗？这里才是莱拉死亡的第一案发现场。你姐说过，莱拉体表有伤，生前可能受到了虐待。桌角上的痕迹应该是莱拉和宋恩争吵过后，宋恩拽住莱拉的头撞向了桌角。莱拉继续反抗，跑到了门口。地表上的拖拽痕迹是宋恩拖行莱拉所致。椅子上也有被绳子勒过的痕迹，因为被提前注射了毒品，所以他无法反抗。凶手控制了莱拉，并在椅子上杀死了他。最后，清理现场，
把尸体放进行李箱，带走，抛尸。现在房间里就是我们要找的证据，通过这些就能锁定嫌疑人。思远，我们尽快通知警方吧。糟了！谁呀？开门！不会让你死的。姐，姐，少跟我嬉皮笑脸的！你从5楼跳下来，你不要命了？这不好好的吗？你给我解释解释，这怎么回事？当时那情况，里面火全着了，我只剩这一个办法了。坐。那女孩跟你什么关系啊？同学。仅此而已。嗯。思远，你为了一个非亲非故的人，差点被人活活烧死。值得吗？我给你个建议啊，你不要再继续说了，他要生气了啊。姐，你做了这么久警察，难道每一个被害人都是你的亲人或者朋友吗？我们前几天还在一起说话，一起上课，突然就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。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要用这么残忍的方式杀掉他？姐，这些难道都不重要吗？
我这几天一直在想，他那天晚上到底要和我说什么？就像10年前一样，如果不是我非要闹着让我哥回来，他根本就不会死。是我害死了他。可为什么我还活着？凭什么我还活着？思远，你活着不是你的错，我要谢谢你活着，因为只有你活着，我才能活着。她叫戚夏，是我哥生前的未婚妻。开始，打，杜根，哥我赢了！那场大火之后，她在孤儿院里找到了失散的我。我弟弟情况怎么样啊？吸入大量的烟尘气体导致的休克，好在抢救的及时，已经没事了。待会儿做个全面的检查就可以回家了。那就好。但是我们在给他做脑部检查的时候发现，他的脑神经回路依然有一定的损伤，这可能会导致他产生某些幻觉，看到一些本不存在的人或物。而且，他对自己跳楼的事似乎也没有记忆，这有可能发展成双重人格的风险。我看了他过往的病历，他之前是有服用过精神类的药物吧？哦，对，但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，后来情况好转就停药了。怎么，他现在还是会看到那些幻觉吗？我不太确定，我还是建议你们出院之后给他做个全面的脑部检查。好，谢谢啊。不谢。这儿，别喊了。啊，思远，啊，没事吧你儿子？哦，来转过来我看看。哎呦妈，没事没事。妈，这里是医院，小刘。是。你个臭小子你吓死我了！哦，一大清早的呀，我就接到警察的电话，说你出事了。我酒都没喝完就赶过来了。我真没事儿，他们大惊小怪的，非要我来医院检查一下。你看我这不好好的吗？好好的。哎，啊，说来你也是个警察的啊？你不好好护着你弟弟啊？她叫戚美华，是戚夏的母亲。那场大火之后，她就与戚夏一起收养了我。但是她不想让我叫她妈，所以我叫她美华姐。你大清早拎个酒瓶来医院，怎么了？昨晚上酒忘存了？关你什么事？我多大你多大？臭小子，你还敢跟我这是阴阳怪气的？说，干什么去了？说。你说。妈妈，我失忆了。
都不说是不是？那我就用酒精药死我自己。思远，你又想起10年前的纵火案了？对。那如果我跟你说，警察的调查是真的，而全部都是我干的，你会怎么办？下无尽的走廊，没有月光，没有神指引方向，回忆滴在我的心口中央，安静里只剩下空荡，虚假的真相未曾该被掩埋被遗忘，遇见街上还温热的伤，再次被点亮。是谁的伤操纵着？谁在谎言尽头面具？去接近最后。